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射雕年榜第12完胜影帝影后，几千万票房实际证明国民度。2025年的电影市场年终大盘点，比任何一部贺岁档都要精彩，简直就是一出活生生的打脸现场。就在刚刚出炉的2025年全年500部公映影片数据榜单上，一个数字显得格外扎眼，第12名。这是肖战主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最终定格的位置。你可能会说，才第12，连前10都没进。但如果你把目光往下移，去看看那些排在12名开外的名字，恐怕就要倒吸一口凉气了。那些名字里躺着一连串平时在红毯上压轴的影帝、影后，他们主演的作品票房惨淡的连一个小目标1亿都没凑齐，有的甚至还在几千万的泥潭里挣扎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排名的参差，这是2025年电影市场最直接的残酷真相。在500部电影的绞肉机里，所谓的资历和奖杯不再是免死金牌，而既有粉丝基础又能撬动路人盘的射雕，用实打实的数据教训了那些还在做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美梦的资本。让我们把镜头拉近到这份令人窒息的 Excel 表格上。根据行业权威数据平台发布的2025年度总榜，全年公映影片数量高达500部，内卷程度堪称地狱级。在这样的生态位中，排名第12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部电影击败了市场上 97.6% 的对手，稳稳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梯队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数据的颗粒度，排在射雕身后的不乏那些投资巨大、宣发通稿满天飞的冲奖片。某位手握3座金杯的影帝新作，上映1周排片率直接腰斩，最终票房卡在8000万上下。另一部主打全明星阵容的文艺巨制，更是连宣发费都没赚回来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徐克执导、肖战主演的这部武侠重工片，不仅在预售阶段就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，更在长尾效应上狠狠打了流量电影短命论一记耳光。院线经理们的反应最诚实，在那些影帝作品空转幽灵场的时候，他们把黄金场次毫不犹豫地切给了郭靖。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寒，它更像是一场迟来的清算。回想项目刚官宣时，舆论场上那种微妙的酸气，流量小生能演大侠吗？徐克是不是晚节不保？这些质疑声在2025年的票房实际面前显得尤为滑稽。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传统电影圈层对新主流观众的傲慢与误读。过去几年，行业内有一种怪象，似乎只要请来老戏骨，剧本烂一点也没关系，似乎只要标榜艺术性，观众看不懂就是观众没品位。结果呢？2025年的观众用脚投票，狠狠惩罚了这种傲慢。那些票房连亿都破不了的影帝大片，恰恰是因为既没有粉丝愿意为爱发电，又没有普通观众愿意为故事买单，他们陷入了既要又要的陷阱，最后两手空空。而射雕的成功，恰恰在于它打破了流量与品质的二元对立。它证明了，当顶流的号召力遇上过硬的工业化制作，产生的化学反应足以炸穿票房天花板。现在的电影圈气氛诡异的像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各大片方早就开始发喜报，互相吹捧了。但今年，那些排名靠后的大制作片方安静如鸡，反倒是院线端和资方在私下底疯狂复盘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发行人在朋友圈感叹：“别再拿粉丝电影当遮羞布了，能排进全年前12，那叫国民度。那些连几千万都卖不动的，才是真正的圈地自萌。”这种行业风向的转变是剧烈的，资本是极其现实的生物，
他们看到了肖战背后的商业逻辑，那不仅仅是粉丝的狂欢，更是对侠之大者这一国民 IP 的精准激活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还在沉迷于自我表达、忽视市场反馈的影帝们，或许真的该醒醒了。我们必须得承认，这个第12名含金量甚至超过了某些年份的冠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踩着无数尸骨上来的。这不仅仅是肖战个人的胜利，更是中国电影市场逻辑重构的信号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观众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。你不能指望观众因为你拿过奖就无条件奉献2小时。专家们分析，未来的电影市场将更加两极分化，要么你有极致的情绪价值，要么你有极致的视听奇观。那种温吞水、两头不靠的中间派电影，哪怕阵容再豪华，注定只能在几千万的票房里打转。这是一种残酷的优胜劣汰，但对观众来说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至于有人觉得第12名不够理想，没拿第一就是输，这种论调简直是典型的巨婴思维。试问，在1年500部电影的红海里，还要怎样才算赢？非要拳打好莱坞，脚踢春节档冠军才算合格？这种苛刻，本质上是一种捧杀。当我们跳出票房数字，去审视这背后的文化心理，你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：为什么我们对流量演戏如此苛刻，却对老戏骨的滑铁卢如此宽容？这是否也是一种隐形的双重标准？射雕的突围，或许正是因为郭靖这个角色本身的特质，知其不可而为之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肖战在舆论风暴中扛起这个角色，与郭靖死守襄阳有着异曲同工的悲壮与坚定。那些票房几千万的影帝影后们，或许依然演技精湛，但他们输给了时代的情绪。而射雕排在第12名，恰恰说明他切中了这个时代某种隐秘的脉搏。所以，别再问为什么不是第一这种傻问题了。在2025年这个寒风瑟瑟的电影寒冬里，能排在第12名，不仅是理想，简直就是救命稻草。至于那些还在榜单尾部挣扎的大师们，下一步是继续孤芳自赏，还是低下头来研究研究观众到底想看什么？这恐怕才是今年电影圈最大的悬念。毕竟，电影院的椅子不会撒谎，空着就是空着，满就是满。